沈长宁，你还在等沈家军来救你？我父亲呢？通敌叛国，已伏诛。我兄长呢？乱军作逆，尸骨无存。沈家军呢？降者编入新军，不降者皆按逆党论处。所以，你娶我，只是为了沈家的兵权？胡服，也是你骗我交出去的。长宁，你总算明白了。回陛下，陆叔尉带着72名沈家旧尉闯宫，说要接沈姑娘回家。人呢？全死了。沈长宁，别等了，沈家没人了。若有来生，我会亲手把你拉下龙椅。可惜，人没有来生。圣旨到，镇北将军府嫡女沈长宁接旨。姑娘怎么还愣着？今日是大喜事，老爷和少将军都在前厅等着呢。姑娘，可是昨夜没睡好。沈长宁，圣旨都到门口了，你还想让全府等你多久？怎么了？病了？沈长宁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怪吓人的。长宁，出来接旨。姑娘，走吧。你今日怎么怪怪的？镇北大将军嫡女沈长宁，端敏淑慎，玉秀名门，今赐婚于成王萧承玄，择吉完婚。若你不愿，哥哥替你想办法。沈姑娘，接旨吧。臣女沈长宁接旨。成王温润如玉，天赐良缘。长宁，你当真愿意？父亲，女儿愿意。若受了委屈，沈家永远在你身后。女儿知道。姑娘有吩咐。今晚子时，随我去一趟宫门。姑娘要见谁？去见陛下。属下领命。姑娘，老爷说了，若你心里不愿，这婚事未必不能转换。告诉父亲，我愿意。姑娘真愿意，愿意嫁，不代表愿意信。姑娘，马备好了。今晚不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要问。属下只听姑娘吩咐。走。这是……若明日再见，便云国不和。姑娘冷吗？陛下只给沈姑娘一炷香的时间。在这里等我。宫中不安全。我知道。臣女沈长宁叩见陛下。这令牌先帝赐给沈老将军的。沈姑娘深夜入宫，是沈家要动用救恩？不是救恩。那是什么？是救债。沈家刚接下赐婚正旨，转夜便来见朕，你不怕成王知道？臣女怕。怕还敢来？因为再不来，陛下的江山便要改姓了。沈长宁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污蔑皇室宗亲是死罪。若臣女所言为虚，愿以沈家满门担保。沈家守我北境兵权，你来告诉朕成王有反心，朕如何知道你不是想借朕的手替沈家除掉一个未来的夫婿？陛下可命人去查京郊丰安粮仓，3日内粮仓会爆一场火，火后账册会缺3页，缺的那3页表面指向沈家旧部司军粮，实则牵着成王府长史死调捕。你如何知道？沈家军在边境吃过亏，成王府近日频繁接触丰安粮仓的人，并不难查。
既不难查，为何太后不知，朕也不知，偏偏你知道？因为太后想削沈家，陛下想保皇权，而成王想要的是两边都输。沈长宁，你想从朕这里要什么？臣女不求后位，不求荣华，也不求陛下偏信沈家。那你求什么？求陛下给臣女3日，3日之内，臣女会把丰安粮仓真正的账册送到御前。若账册证实臣女所言，请陛下记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沈家3代守的从来不是兵权，是陛下身后的国门。朕给你3日，但你若敢欺君，沈家第一个陪你死。陛下说，3日后沈姑娘若能带证据，这枚腰牌便会刻上名字。姑娘，有人跟着吗？有一个，抓到了。没惊动，从那人袖口刻下来的。成王府暗卫常用这种扣。长宁，这么晚入宫，可是受了什么委屈？陛下赐婚，臣女入宫谢恩。谢恩为何不白日来？夜里人少。长宁，你我已有婚约，往后若有难处，可以先来找我。这是我母妃旧物，先给你收着，等大婚那日，我再亲手替旨系上。长宁，我会护你。那臣女便信殿下一回。姑娘不信他。那为何收？因为蛇送到手边，总要先捏住7寸，才知道它藏着多少毒。姑娘要查成王？不，我要查他身后的所有人。姑娘去哪儿了？老爷问了2回，少将军也差点带人出府找你。睡不着，出去走了走。成王府刚刚送了帖子来，说3日后京郊赏春，邀姑娘同去。姑娘要去。姑娘找我，今夜去丰安粮仓。要查人还是查账？查账，也查人。要活口吗？若能留便留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活着回来。姑娘昨日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我只是觉得从前太不把你的命当回事。姑娘从未如此。我有。属下会回来，带着账，也带着命回来。昨夜你入宫了？是。见了谁？陛下。长宁，你可知道深夜入宫意味着什么？女儿知道。那你为何还去？父亲，女儿怀疑成王府近日在查沈家军粮道。你从何得知？偶然听闻。你查到了什么？还没有，所以女儿想请父亲暂时不要动。不要落动。若当真有人查沈家军粮道，对方一定会立刻收手，倒不如让女儿先看清他们究竟想把这盆脏水泼到哪里。你变了。人总会长大。战场上的刀是明的，朝堂上的刀。女儿知道。女儿总不能还装作看不见。什么毒酒？谁敢给你递毒酒？爹，你罚他了。滚出去！他若犯事，我也有份。哥哥，我没事。你脸色白成这样，就没事？行了，都起来。父亲，3日后成王邀我去京郊赏春。不许去。你想去？想。你刚接旨就往外跑，京里那些人嘴能把你嚼碎。成王府既然递了帖子，便说明他们想让我让我去。既如此，我更要知道他们想让我看见什么。让赵涵跟着。好。我也去。哥哥，你若去，成王反而不敢露出马脚。他敢露什么马脚？我剁了他的蹄子。沈彦舟。若遇险，吹这个。这是姑娘优势用的。如今还给你。今夜若有万一，我去找你。姑娘不可涉险。你也不可。属下记住了。伤了。皮肉伤。姑娘要的东西。别动。姑娘，这不合规矩。闭嘴。姑娘。疼？不疼，真的不疼。说吧。丰安粮仓确有异常，近半月有3批粮草被调往北境名下，可实际并未出京。落款呢？2个是沈家旧部，一个是经营小吏。笔迹模仿得很像，若只看账面，几乎能坐实沈家私调军粮。还有呢？
属下顺着粮仓后院查到一间暗屋，里面有人正在抄写副册，那人不是粮仓官吏，成王府的人。像。萧晴果然没有变，仍旧喜欢把刀递到别人手里，再装作自己干干净净。姑娘，这账册做得太顺。是诱饵。那还要送给陛下吗？送。既是诱饵，诱饵也分给谁吃。萧承营想让我把这本册送到御前，好让小皇帝以为沈家急着攀咬成王，所以真正的证据不在账册里，在抄账的人身上，也可能在放火的人身上。3日后，丰安粮仓会起火。若这一事仍照旧局发展，放火灭证的人才是萧承轩真正想藏起来的线。账册只是刀鞘，火才是刀锋。姑娘认得。前世父亲被定通敌罪时，那份所谓密信上也有这枚印。沈家通敌案不是临时栽赃，从粮仓到虎符到军报，再到那封密信，每一步早就有人替萧承泽铺好了路。认得。是谁的印？不是成王府的，是后来定死沈家的那枚印。姑娘的意思是，萧承信背后还有人。姑娘，前院出事了。谁？少将军带人出府了，说是丰安粮仓走水。备马。姑娘，外头还下着雨。沈燕州不能第一个到丰安粮仓，下刀子也得去。不碍事。姑娘，少将军性急，若已进了粮仓，拦！若拦不住呢？打晕带走。是。我沈家军粮道处事，你们敢拦我？少将军，粮仓走水，内有要案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哼，要案，案还没查，你倒先知道是要案了。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话该我问你。丰安粮仓烧了，牵着北境粮道，我当然要来。你来了，然后呢？冲进去抢账册，抓粮官，再让所有人看见沈家少将军深夜闯暗地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这火不是烧给粮仓看的，是烧给沈家看的。那就看着他烧。不，让别人进去。长宁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听闻粮仓走水，兄长担忧北境军粮，我来劝他回府。少将军忠心可嘉，只是此事牵涉朝廷粮仓，沈家还是避嫌为好。前世他也是这样说的，沈家一步步推到悬崖边，最后无路可。殿下说的是，长宁今日倒比从前沉稳。人总会长大，是吗？我倒觉得你像是一夜之间突然不信了。殿下多虑了。那你为何深夜入宫，又深夜来粮仓？入宫谢恩是为婚事，来粮仓是为兄长。至于信不信殿下，臣女若不信，又怎会接旨？粮仓失火，先救火，再封账。今夜在场之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开，带大理寺人来查。他这是帮我们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把摘出去？若账册里查出沈家旧部，他可以说自己毫不知情；若查不出，他又能说是及时处置。少将军救我！别动。少将军，小人都是按您的吩咐办事啊！粮草调配文书，小人还留着。我何时吩咐过你？哥哥，他污蔑我。我知道。那你拦我做什么？因为狗咬你，不是要你咬回去，是等你拔剑。殿下，此人当众攀咬沈家，臣女请求将他交由大理寺看押。长宁，这事牵涉沈家，你不该开口。正因牵涉沈家，我才要开口。若此人所言为真，沈家认罪；若此人所言为假，沈家也要一个清白。好，便依你。今晚这第一刀算是躲过去了，可真正的刀还没落下。长宁，
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粮仓会出事？你白日提到粮道，夜里粮仓就烧了，你又拦着我不让我进去，这不是巧合。哥哥，你信我吗？废话。那这几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单独行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想让沈家先乱。成王。哥哥，你若真想护沈家，就先学会忍。忍到什么时候？忍到出刀能见血的时候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爹。那你听不听？听。姑娘，成王府刚送来的。长宁，这是我母妃旧物，今后你收着，便如同我在你身边。送东西的人说，殿下见姑娘夜雨奔波，怕姑娘受惊，特意送来压惊。姑娘，你先出去。劈开。姑娘确定？确定。里面有夹层。北城门是沈家军入京必经之路。原来这一局现在就已经铺好了。姑娘，成王为何把这东西送来？不是送给我，那是送给谁？送给那个会偷玉佩的人。若我不动玉佩，他就是定情信物；若我动了玉佩，藏在里面的换房图便会把查玉佩的人领央北城门查。那我明知是饵，饵里有钩也有鱼，只是这一次不能让他知道是我们咬了饵。这印，陆兆涵在。去查一个人。谁？太后身边掌内侍监的冯公公。想要沈家兵权的人，从来不止萧承衍一个。姑娘，冯公公失踪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夜三更。我们刚查到他就失踪了。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？不是失踪，是有人知道我会查到的。姑娘，宫里来人了。谁的人？慈宁宫。太后比我想象中动得更快。姑娘可以称病。不，她既然召我，我就得去。慈宁宫不是成王府。我知道。太后娘娘只招沈姑娘一人，在宫门外等我。陆兆涵，我会出来。属下等姑娘。沈姑娘近日很忙。臣女不敢。不敢？深夜入宫私见陛下，雨夜茶凉，逼得成王封仓。如今连哀家身边的内侍监也有人开始打听。臣女所为皆为自保。沈家手握北境兵权，还需要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来自保？需要，因为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沈家门前了。你说的是成王？臣女没有证据，不敢妄言。没有证据，却敢深夜见陛下？正因没有证据，臣女才不敢惊动旁人。好一张利嘴！沈长宁，哀家今日只问你一句，你究竟忠于沈家，还是忠于陛下？怎么不敢说？不是不敢，是太后问错了。沈姑娘慎言。臣女慎言，所以才敢说。继续。沈家三代守的是谢氏国门，北京风雪里，敌军不会问城头站的是沈家人还是黄家人，他们只知道只要那面镇北旧旗还在，大周国门就还在。若有人非要让沈家与陛下相对，让忠臣与皇权相宜，那人要的就不是安稳，是乱。你想让哀家信沈家？不，臣女想请太后查沈家。查沈家？是，沈家军粮道、兵策、边境调拨皆可查，但有2个条件。你还敢同哀家谈条件？臣女不是控太后谈条件，是替陛下留退路。第一，查沈家之人必须由陛下钦派；第二，成王府不得插手。沈长宁，你倒是真敢。沈家若有罪，臣女无话可说；沈家若无罪，也不能死在谁的私心里。哀家最不喜欢的就是不受控的人。臣女知道。那你还要做这个不受控的人？可受宽的刀未必不会反噬，可不受还能挡一挡外敌。你这面沈家的盾，究竟能挡住什么？沈姑娘，陛下请您去御书房。小皇帝这么快就知道了，或者说，他本就在等。你要侦查沈家？是。沈长宁，你前夜告诉朕成王有异心，今日又向太后请查沈家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自证。是自证，还是借朕的手保你沈家兵权？你是不是觉得朕年少，所以很好骗？
陛下若觉得臣女骗你，大可不用臣女，但沈家必须查。为何？因为不查，所有人都会说沈家心虚；因为不查，太后不会安心；因为不查，成王就会一直去脑木交兵去做文查。臣女要的不是陛下偏袒沈家，让那些藏在阴影里的人没地方地道。若查出来沈家真有问题呢？那便按律处置，包括你父亲，包括你不怕？怕。怕还敢前请？臣女怕沈家蒙冤，也怕陛下将来回头看，发现自己亲手断了大周最后一道北门。朕会派陪慎查封安粮仓。臣女谢陛下。别谢太早，朕查粮仓，也查沈家。查。沈长宁，你恨成王吗？恨。所以你扶朕，是为了报私仇？不全是。还有什么？为了让陛下活下去。陛下若安，沈家便还有辩白之处；陛下若不安，这天下便只剩胜者挟持。太后为难姑娘了。为难了。陛下呢？也为难了。姑娘以后还要来吗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刀都在里面。沈家列典宗在上，长宁不孝，前世识人不清，害沈家蒙冤。这一世，长宁不求自己善终，只求沈家忠民不再被奸人踩入泥里。你最近总来此堂，人做错事，总得向祖宗赔罪。你做错什么了？今天宫里有人来查爹的旧军册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是我请的。沈长宁，你疯了！没疯。你知不知道查军册意味着什么？知道。那你还让他们查？哥哥，沈家越怕查，别人越觉得沈家有鬼。可他们若栽赃呢？所以我们要比他们先找到证据。你要我做什么？这是丰安粮仓近半月的调拨人名，我要你暗中查沈家旧部里谁最近见过成王府的人。若真有叛徒呢？先别杀，留着他，把背后的人调出来。行。少将军，北境急报。拿来。北境3营异动，军报称宴会关外敌军集结，已有南下之势。长宁，怎么了？哥哥，这封军报是假的。假的？军印是真的，信报也是真的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假？因为燕回关不会在这个时候求援。为何？北境3营换防在10日前，若敌军真在关外集结，最先急报的不会是燕回关，而是白石岭。长宁，这些是谁教你的？小时候您说过，北京3关互为犄角，燕回关能看到敌军时，可白石急报里没有白石岭。有人伪造军报？不是伪造，是用真的信道送了一封假的军情。传令，北境3营暂不调动，另派英信去白石岭核实。不可。为何？这封急报既然送进了沈家，就一定有人盯着沈家下一步。父亲若立刻传信北京，他们会说您死了燕军；若您调兵，他们会说您拥兵自重，他们会说您罔顾军情。横竖都是坑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能按他们给的路走。你想怎么做？查送信的人。哥哥，你去稳住府中亲卫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出府，不得议论军报，不得靠近父亲书房。书房？沈家真正的虎符就锁在父亲书房密匣。前世萧承元拿到虎符是在我大婚中。你怀疑有人要偷虎？谁敢？敢不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们只要拿到半枚，就能把沈家拖进死局。去书房。外锁没动过。这不是没事吗？父亲，沈家虎符一直是2枚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女儿只想确认。镇北虎符分主副2枚，主副在外我手中，副符锁在宫中五阴阁。前世萧承年拿到的不是父亲这1枚，是宫中副符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了人，说陛下急召大将军入朝。来得真快。我去。我也去。不行。哥哥，你留在府里，
凭什么？凭你一进店就会被激怒。沈长宁，他们若当众污蔑父亲，你能不能忍？他们若说沈家军是逆党，你能不能忍？他们若拿我和成王婚约做文章，你能不能忍？哥哥，沈家需要一个人在府里稳住所有人，你不是不能去，你是必须留下。我留下。长宁，你也留下。我要去。朝堂不是你能去的地方。今日之后，他就是了。父亲，萧承基不只是要参沈家，他还要用我做刀口。我若不在，他怎么唱完这场戏？跟紧我。是。姑娘，若有变，属下带你走。不能走。今日若走，沈家便真成了畏罪。是。等我出来。属下等。臣沈怀渊叩见陛下太后。陛下，北境急报入京，称燕回关外敌军集结，可镇北将军府接报后，并未上奏兵部，敌军压境，沈大将军却说有疑，若误了军机，谁担得起？诸位大人，沈大将军镇守北境多年，绝非贻误军机之人。只是此事牵涉兵权军令，还是查清为好。成王想如何查？臣不敢妄言。昨夜丰安粮仓走水，账册牵出沈家旧部私调扣粮。今与沈并急报虽有婚约，却不敢因私废公。臣请陛下暂收镇北虎符，彻查沈家。沈大将军，虎符如今在何处？主符在臣府中密匣，未曾离身。沈大将军，事到如今，何必再瞒？成王此话何意？虎符怎么会在成王手中？沈家果然私动兵符。那道痕我认得，前世我曾拿起虎符，不小心让它刻在案角。这不是沈家主符，也不是宫中副符，是有人仿着前世的痕迹，特意做出来的假符。沈姑娘，这枚虎符，你可认得？长宁，陛下，臣女认得，但臣女认得的不是沈家虎符，那是什么？是伪符。长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莫要为。我请陛下彻查3件事：第一，虎符从何处来；第二，昨夜丰安粮仓放火之人是谁；第三，这封北境急报究竟是谁送入京中？沈姑娘，你一个闺阁女子，凭什么插手朝堂查案？凭这枚虎符如今指向沈家，凭成王殿下当众问我认不认得，凭沈家3代忠名，不能被半枚来路不明的铜块定罪。长宁，你可知伪造虎符也是死罪？知道。若查出这虎符确为沈家所有呢？那沈长宁愿与沈家同罪。沈长宁，臣女在。你要几日？3日。陛下不可，沈家已有嫌疑，3日足够他们毁灭证据。这3日，沈家军不动一兵一卒，镇北将军府可由禁军暂守。沈长宁，你这是把沈家满门性命都押上了。臣女押的不是性命，是清白。准。裴慎何在？命你主查丰安粮仓虎符来历、北境急报3案，成王协查。臣遵旨。你太险了，父亲，已经没有不险的路了。长宁，你今日让我很意外。殿下也是。你说那虎符是伪符，可若查不出来呢？那便请殿下替我收尸。查这3处。姑娘受伤了，不碍事。陆兆涵，真正的死局来了。属下知道。怕吗？姑娘在，属下不怕。那就陪我把这局查到底。是。沈姑娘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放火人在宫里。有人想把线索递给姑娘，也可能是引我入局。那查吗？查。萧承则为难你了。为难我的不是他一个。宫里。现在就去内侍监，
把那些阉奴一个个拎出来审。站住！沈长宁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他们把刀架到沈家脖子上了，你还要我忍？对，还要忍。忍到沈家被定罪，忍到能抓住真凶。若抓不到呢？你说的轻巧，因为逼交虎符，沈家被围，满朝上下都在等着看我们倒下，你让我忍？因为你一动，他们就赢了。你闯内侍监，他们会说沈家私闯宫禁；你抓工人，他们会说沈家威逼证人；你拔剑，他们会说沈家有反心，他们会追你怒。哥哥，兖州，听你妹妹的，战场上最先乱阵的人死得最快。行，我忍。但沈长宁，你最好真的能查出来。这一事怕没有用，得赢。沈姑娘，裴大人，陛下命我查丰安粮仓、虎符北境急报3案。沈姑娘手中若有证据，请交出来。这木牌是宫中内库的标牌。裴大人确定？确定。宫中内库出库之物都会在边缘刻月痕。丰安粮仓是朝廷粮仓，用不到内库木牌，除非有人从宫中取了东西带去丰安粮仓。沈姑娘，这线索来得太巧。我也这么想。那你还交给我？因为巧不代表假，沈家已经没有藏尸的余地。我会查内库出入册。查不到。若这东西真由公主流出，出入册上一定已经被抹干净了。那沈姑娘以为该查哪里？查抹册的人，能动内库账册的只有3件：慈宁宫，还有陛下身边的人。沈姑娘这话牵连很大，为何信我？因为裴大人查案不看人情，只看证据。沈姑娘错了，我不仅看证据，也看证据是怎么来的。若沈家做局自保，我一样会参。此人可信？可信一半。另一半呢？另一半等证据。长宁，若撑不住，就退回来。父亲，沈家人哪有退回来的？沈长宁，3日之期已经过了1日。臣女知道。裴慎说粮仓木牌来自宫中内库，你怀疑朕身边的人？臣女怀疑所有能碰到内库的人，包括朕。包括沈长宁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臣女若胆子小，今日便不会跪在这里。你说要查内库，可内库归慈宁公管，朕给不了你明旨。臣女明白。今晚亥时这半个时辰，别把过西门走，算你本事。陛下不怕太后知道？怕，连怕什么都不能自己选。臣女谢陛下。属下陪你。你进不去。那属下在西门外接应。若我半个时辰没出来，你就走。陆兆涵，姑娘知道属下不会走，那就别让我等太久。月痕对应3月，只查3月出库，便能缩小范围。旧木12送。谁在里面？别出声。刚才明明听见动静，别胡说，这里阴森森的。找找，冯公公失踪前不就是管这边的账吗？闭嘴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。宫墙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内库西墙。姑娘说半个时辰没出来，让属下走，所以属下进来看看，姑娘为什么还没出来？找到冯公公的签样了，只能证明他碰过旧木，还缺他把旧木送去丰安的证据。人跑了。想知道虎符是谁偷的？今晚子时来沈家旧校场。姑娘不能去。去？这是陷阱，姑娘还去？若这世上还有人记得那72个人，我就必须去。属下陪姑娘。好，这一次我们一起去。那时营乐门前挂着镇北旧旗，风一吹，旗上像刀出鞘。有人来过。是引路还是埋伏？都有可能。姑娘跟紧属下。若要杀我，不必送信。沈姑娘果然赶来。出来。草民赵继，父亲赵恒，曾是沈家军旧校尉。 72道短痕是你画的？是。你从何得知72这个数？我父亲临终前说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前世道也好，今生债也好，沈家总该知道，有72个人曾去接济姑娘回家。你父亲还说了什么？没有了，他只让我若见到沈姑娘，一定把这个交给你。这不是虎符，是铸虎符时用来踏纹的旧魔残片，宫中五阴阁才会有。
你从哪里拿到的？丰安粮仓失火前一夜，有人把它藏进了旧军械库。我父亲旧伤发作，夜里来这里取药，看见那人。谁？沈家老仆周伯。周伯在沈家待了20年，前沈家出事后，他第一个出来作证。周伯现在何处？消失了。不过我查到他失踪前最后见的人沈家车夫。这一世，他终于也下场了。你为何现在才来找我？我不敢。丰安粮仓起火后，有人追杀我，父亲替我挡了一劫，临死前才让我来旧校场等姑娘。这是父亲周伯身上偷来的。调兵手令不是完整的，完整那份被他们送进宫了。原来这一世，他依旧要走这条路，只是被我逼得提前了。趴下！刀光太快，快得几乎看不清。小心！姑娘，后门。陆兆涵，姑娘，你不许死，你不许再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属下答应姑娘，属下不死。别回头，走。皮肉伤。闭嘴。是。今晚的事，谁也不许往外说。谁干的？江明墓的人。江家。还有成王，还有宫中。太后寿宴当晚，萧承景会动手。逼宫？以护驾之名。借谁的兵？京郊驻军。北城门换防后，他们能直入宫城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爹。不能只告诉父亲。那还告诉谁？小皇帝。姑娘，陆侍卫的人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陆统领，属下按您的吩咐追查周伯去向，人没找到，但在他藏宠处找到这个。太后寿宴，宫中有变，成王奉诏护驾，北城门守军听令入宫。这印，前世他就是凭这枚私玺，说奉密诏护驾，说小皇帝受沈家胁迫。若这东西是真的，小皇帝身边也有他的人；若是假的，那伪造私玺的人更该死。姑娘要进宫？要。现在？现在？你疯了！刚从旧校场回来，又要进宫？哥哥，寿宴只有2日，若我们今晚不让陛下知道，他后日就会坐在大殿上，等着萧承义带兵来救他。我陪你去。不，你去找父亲，让父亲不要调沈家军入京。为什么？萧承景等的就是沈家军动。寿宴那晚，沈家军不入宫，只守城门，让他没有清君侧的名义，也没有退路。好，你留下。属下陪姑娘。你受伤了，还能握刀。包早晚再走。这一局终于逼到明面上了。萧承言要借太后寿宴重走前世夺位之路，可这一世我会让他亲眼看见，他所借的风会反过来烧尽他的旗。陛下，这枚私信是真是假？假了的。但能仿到这个地步的人，一定见过真的。寿宴在2日后，若不提前换防，
成王仍会借这份手令调兵。沈长安，你想怎么做？将计就计，让他调兵，让他以为自己调得动。北城门不能换沈家军，沈家军也不能入宫。陛下要让所有人看见沈家没有动。那宫中呢？宫中由陛下自己来守。沈长宁，你是真敢！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已经输过一次，不想再输第二次。朕15岁登基，他们都说朕年幼，该听太后，听宗亲，听满朝老臣。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朕，想不想做一个只能听话的皇帝？沈长宁，朕给你沈家3日，现在朕也给自己3日。寿宴那夜，若朕输了，谢氏江山易主；若赢了，朕要亲政。平静的像暴风雪前最后一层薄冰。长宁，伤好些了吗？劳殿下挂心。你我之间不必这样生分。如今再看，温柔二字，都像是淬过毒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北城门外有兵马异动。何处兵马？像是沈家军。应召。陛下，北城门乃京西要地，若沈家军真有变动，恐危及攻城。臣请奉诏护驾。奉谁的诏？陛下前日密诏，陛下曾令臣暗查沈家，若沈家军有异，臣可调京郊驻军入宫护驾。陛下，事关苗苗，请准成王护驾。臣沈怀渊以镇北将军之名担保，沈家军今夜绝无异动。大将军，若真无异动，自当查明。可若有呢？成王似乎比边军还清楚沈家军动向。肃静！陛下，请下旨。成王，你这份密诏，朕怎么不记得写过？陛下年少，事急从专，或许一时忘了。朕年少不是痴傻。裴慎，臣在。念：丰安粮仓走水案已查明，放火之人为内库旧吏孙福。孙福供认受内侍监冯睿指使，将宫中旧木牌带入丰安粮仓，伪作灭证痕迹。丰安账校中沈家旧部调粮记录笔迹为伪。成王府长史周启曾于案发前3日私见粮仓主簿。朝堂所呈半枚虎符，经武英阁旧将辨认为伪造。伪符拓文出自宫中旧磨残片，此残片曾由江家车夫转交沈家旧仆周成。裴大人查得到快，证人在殿外，带进来。老奴有罪，老奴有罪。是谁让你接近沈家书房？又是谁让你把伪符藏入成王府黑匣？是江姑娘身边的人，他们抓了我儿媳妇和孙儿，逼我照做。伪符不是沈家的，是成王府的人给我的。荒唐！一个老仆攀咬本王也能作证？一个老仆不够，那真正的北境军报够不够？北境白石岭急报，关外无敌军集结。燕回关所谓求援为伪报。成王，你说沈家军异动，可真正北境军报在此？你说奉朕密诏，可私系为伪？你说护驾，那朕倒想问问，你护的是谁的驾？陛下年幼，受奸臣蒙蔽，臣身为宗亲，自当清君侧。萧承彦，你敢！太后娘娘，若非您多年纵容沈家做大，何至于今日？拿下我！沈长宁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疑我？从你说要护我一生那日起。你变了。不，我只是醒了。上车！陛下！成王萧承昭伪造私玺，假传军令，构陷忠良，意图谋逆。京中诸军凡受假令者，立刻卸甲；抗旨者，
以谋逆论处。他败在沈家军没有动，败在小皇帝没有退。沈长宁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当年想让沈家倒的人，从来不止我一个。满朝文武都知道，京城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沈长宁，你以为你赢得很干净吗？若没有沈家兵权，你凭什么站到今日？凭沈家兵权没有用来谋难。江明如，出身清贵不是罪，用清贵做遮羞布，替乱臣递刀才是。丰安粮仓案、北境伪病案、虎符伪造案、思西假诏案，俱为成王谋逆铁证。臣查明，沈家军粮草调拨记录为伪，验回官急报为伪，朝堂所呈半枚虎符为伪，镇北将军沈怀渊，并有私调兵马拥兵自救之举。沈大将军，沈家受委屈了。臣不敢言委屈，臣只求陛下记住，边关将士用命守的是大周国门，他们可以死在战场，不能死在谗言里。朕记住了。沈长宁，哀家从前小看你了。太后也高看了成王，你怨哀家？怨。太后想削沈家兵权，臣女能懂；帝王家忌惮兵权，臣女也懂。可懂，不代表不怨。哀家没有想让沈家满门覆灭，可您默许了别人地道。是，哀家默许过。哀家以为削一削沈家，朝局便稳了。可哀家忘了，豺狼不会只咬掉一块肉。沈长宁，哀家不会向你道歉。您不必，沈家要的也不是太后一句道歉。那你要什么？要沈家军阵亡名字重修。丰安粮仓案、北境伪兵案中被牵连的旧部，死者恢复名号，生者洗去匿籍。因为人死之后，若连名字都没了，才是真正的死。去求陛下吧，只要陛下准，哀家不会懒。太后为难姑娘了。没有，这次是真的没有。姑娘要去宗正寺。你怎么知道？姑娘从早上开始，袖中一直藏着那枚玉佩。你来了。来还你一样东西。你连他也毁了。他本来就是坏的。长宁，你当真从一开始就疑我？为何？因为我看见过你坐上龙椅的样子。你可曾真心爱过我？爱过，所以沈家才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。我今日来不是为了告诉你我不曾爱过，那样太便宜我自己。错信你是我的错，可谋逆害人是你的罪。我会记住我的错，你也该偿还你的罪。沈长宁，若前世没有若。风大。陆兆涵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属下。因为我欠你很多。姑娘不欠属下。那72个人呢？若真有那样一日，属下也会去。所以我才怕。姑娘怕什么？怕你太重。属下不是只忠于沈家，也忠于姑娘。你真不跟我们回北京？我会去。什么时候？等京中事了。你还有什么事？陛下刚亲政，朝中还不稳。你现在倒真像个谋臣了。怎么不好？好，只是别太累。沈家现在没那么容易倒了。陆兆涵也活着，沈家旧气也还在。知道了。
父亲、兄长，这一世我们守住了，不像前世那场雪，冷到骨头里，怎么也化不开。姑娘，回家了。这一世，钟鼓有名，山河仍旧。